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虎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分享了在上个星期突然来了大反弹的手套股，看看这一次反弹背后的原因，并且分析了这一波涨势是否能够持久，还是只是昙花一现。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今天要和大家分析一家马来西亚领先的汽油公司，业务也广泛的分布在上中下游，但是原本随着油价走势的股价却在疫情之后出现了变动，今天就来带大家分析其中的原因。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家公司就是 Dialog， 他们是一家提供领先汽油与石化产业综合技术服务的马来西亚上市公司。那他们的服务主要就涵盖了汽油产业中的上游、中游以及下游领域，并且他们的业务也非常的国际化，其中就包括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中国、澳洲、纽西兰以及沙地阿拉伯。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了解他们如今所拥有的业务。首先就是上游业务，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了解什么是上游业务。上游所指的就是整个汽油产业里的先驱者，也就是有了上游才能形成中游以及下游的业务。那上游主要的业务就是在于勘探和开发产业，主要就包括了勘探能获取汽油的油田以及天然气田、汽油田钻井、采油和初步原油处理的服务。那以 Dialog 为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Dialog 主要专注于提供综合技术服务，以开发边缘及成熟的油田。其中 Dialog 公司就有几项业务，首先就是他们旗下的子公司 Dialog Resources Sdn Bhd 在2014年参与了3个离岸油田的产量共享合同，也就是 Production Sharing Contract， 一种汽油公司之间的合同协定，以便共同合作开发油田，并包括勘探、采取、成本及风险承担等等，并以根据合同里协定的权益来分发油田采取的产量。那在 PSC 中，这3个离岸油田都是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的明都鲁，而 Dialog 拥有其中的28%权益。那这个合同的有效期将直到2034年，之后就是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的万年烟。Dialog 也拥有另一家子公司 Dialog DNP Sdn Bhd， 并在2012年中跟 Petronas Carigali Sdn Bhd 签下了油田服务合同 Oilfield Service Contract OSC， 以提供 Petronas Carigali 的巴彦油田相关的技术服务，其中就包括产量增强活动、油田开发和勘探评估等等。而这个合同的有效期将会到2036年。那接下来就是中游领域，也就是 Dialog 最大的业务之一。那他们在中游领域里主要专注于设计、建造、拥有及营运独立的储存设施及工业站，以便能够存放以及处理各种的原油、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化产业。而在 Dialog 中游业务里，我们主要可以把他们中游领域的业务分为2大类，也就是 Terminals 以及 Supply Base。我们就先来聊聊他们的 Terminals 业务。那其中 Dialog 有一项非常著名的项目，就是他们位于马来西亚柔佛的深水中站 Pengerang Deepwater Terminals， 简称 PDT， 是一个专为汽油行业打造的综合下游中心，并拥有24米深的码头设施，可容下各种大型原油运输船。此外，这个项目占地1200英亩，工程非常浩大，所以 Dialog 也将这一个项目分为不同的阶段来进行。目前为止，第1和第2阶段已经是完全开始运作，而第3阶段还在建筑的过程中。那 PDT 也是全马最大和最深的石油和天然气码头，并在未来放眼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石油码头为目标。那在这一个 PDT 项目， Dialog 是其中的大股东，占有46% 的股份，其余股东则是 Royal Vopak 44%以及 SSI 10%。那 PDT 第1阶段营运时期一共拥有占地150英亩，并且能提供 1.3 个 million 立方容量的石油仓库。那之后扩张到了 Phase 2之后，他们的石油仓库容量也在增加 1.3 个 million 立方米的 Terminals 和2个200千立方米储存容量的 Storage Tank。那至于 Phase 3， 目前只完成了 Phase 3A 的项目，也称为 Dialog Terminals Pengerang 5， 是一个专门为 BP Singapore 的精炼油提供拥有430千立方米容量的 Storage Tank。那除了 PDT 以外， Dialog 也拥有位于 Kerteh Terengganu 的 Kerteh Terminals， 也是该集团第1个在马来西亚涉入的清洁能源发展项目。之后，他们也在最后拥有单中 Langsat Terminal， 分别有 Langsat Terminal 1、Langsat Terminal 2和 Langsat Terminal 3。根据最新的季报所显示，目前单中 Langsat Terminals 共拥有777千立方米的储存量。所以分析下来，中游的 Terminals 就是 Dialog 最大的业务。那之后 Supply Base 方面，就是在沙地阿拉伯的 Jubail Supply Base， 也就是一个为 Oilfield Service Equipment and
Supplies 提供一站式离岸运输中心的服务，其中就包括 Raft for Vessel Berthing 船舶停泊、Tank Storage for Freshwater and Bunker Fuel 船用供水及燃料罐库、Workshop 船房以及 Warehouse and Open Storage Yard 露天堆场的各类型补给服务。那说完了他们的中游业务，我们就来到了下游。下游的业务简单来说，主要是把原料提炼成成品，并再向市场销售，例如发动机燃料、汽油、柴油、润滑油等产品。可是 Dialog 在下游领域中并没有涉及提炼的业务，而是提供大范围的综合技术服务给国内外能源行业的客户，其中提供的服务就包括了 EPCC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and Commissioning 工程采购施工和调试服务， Plant Maintenance and Catalyst Handling Service 工厂维修和催化剂处理服务， Specialist Products and Services 专业产品和服务， Fabrication 制造，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olutions 数字技术与解决方案，以及 Petrochemicals 石油化学。那了解了他们的业务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一个季度的表现如何。我们可以看到 Dialog 从上个季度的收入是从 522.1 个 million 下滑大约 3.17% 至 505.5 个 million， 而盈利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 138.5 个 million 下降了大约 7% 至 128.8 个 million。 至于盈利率方面，也从上个季度的 26.5% 稍微的滑落了 1% 至 25.5%。 那其实这样的表现也还算是平稳，而且 Dialog 也算是一家盈利连续几年都保持在稳定状态的公司。我们就拿他们历年来的表现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自2018年以来，他们的盈利都是保持在500个 million 左右，但是奇怪的是，他们的收入却在不断的减少，从2018年的 3.1 个 billion 下降到了2019年的 2.4 个 billion， 再到2021年的 1.6 个 billion。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Dialog 可以在收入每年减少的情况下，盈利却得以保持呢？这里就来为大家揭晓。其中的一个大因素就是因为他们的下游业务，也就是 EPCC 工程采购施工和调试服务，就在2018年他们就主要完成了 PDT Phase 2的项目，还有完成了120千吨在 Gebeng Pahang 的 Plasticizer Plant 增塑机厂，以及在关丹 Port 与 Taiwan's UPC Chemical 的项目。再加上2018年的油价也飙升，这也让他们的上游业务获益。但是这一类的下游业务通常盈利率都会比他们的主要中游业务的盈利率来得低，所以就算之后 EPCC 的业务减少了，对于盈利也没有多大的影响，毕竟不会是时常都会颁发新的工程，所以他们主要的盈利都还是靠着他们的中游terminal业务。毕竟terminal业务就像一个服务行业，主要是码头和储藏汽油产品，所以盈利率也会比较高。那这也就导致了就算2018年之后他们的收入减少，但是盈利依然保持的原因。那之后来到了下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自疫情之后 Dialog 的股价就开始与国际油价走了反方向呢？我们先来看这一张图，不难发现在疫情之前 Dialog 的股价基本上与国际原油价格是呈现出了一定的关联，但是就在疫情之后油价开始上涨，甚至比疫情前来得更高之后， Dialog 的股价却只有下跌的份，甚至比疫情前还要差。那从刚才的分析，他们虽然收入是有在下降，但是盈利却依然保持，所以照理来说应该不是内部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从外部寻找答案。首先就是如今很多投资者都会觉得汽油领域已经开始没落，因为世界各地很多国家都开始推行能源过渡计划，也就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并取代不可再生能源，例如汽油、煤炭、煤气等等，以减少碳排放量为目标，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之后除了各个国家之外，各大企业也都响应并加入了减少碳排放量的行列，像是 Apple、Google 等等的其他大企业。而减少碳排放量也意味着减少依赖或使用不可再生能源，所以市场会认为这将大大影响 Dialog 的业务和收入。那除了大趋势之外，我们也能看到如今市场上也出现了强劲的对手，那就是中国最近也在积极发展汽油相关的业务，并发展着各式各样的汽油开发工程。这预期除了会削弱 Dialog 在中国的业务，也可能会对 Dialog 其他国家的业务产生威胁。那中国的汽油业务发展计划包括了已经进行着价值10亿美金的工程，并且位于中国广东的惠东县，以建立一个可以一年接受10吨容量的 gas terminal， 预计在2023年将会投入运作。此外，中国的汽油制造商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也计划在滨海 LNG terminal 建立6个液化天然气仓库，总共可以提供高达 1.62 个 million 平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容量，而这个工程也预期在2023年完成。那在为大家总结之前，
前，在这里小编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 0.05% 最低水钱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向小编了解更多并且说明小编的推荐纯粹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少走冤枉路，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或利益关系哦。回到正题，那面对汽油大趋势走弱，再加上来自中国方面的竞争 ，Dialog 并没有坐以待毙，除了扩张现有的业务之外，他们也开发一些环保的业务，其中就包括与 DU Fiber Sdn Bhd 合资在 Nilai Negeri Sembilan 建造、拥有和营运的可循环食品及塑料成品 Food Grade PET Pellet Production 的生产设施。虽然说这相比他们如今的收入规模还算是小，但是至少如今他们看到了这一个趋势，希望往后会有更多元的发展。那以目前的你们觉得这次 Dialog 的股价会慢慢恢复与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势，还是与国际原油价格渐行渐远呢？觉得会慢慢恢复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觉得价格将会渐行渐远的，请在留言区打上2，并分享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